在上一期視頻中，我在老家翻出了我爸年輕時候的摩托車，我想自己動手給它全車翻新，復原成當年的經典外觀。這是一台兩廣地區的神車，鈴木王 GS125，在當年可謂是風光無限的存在，如今讓它沉睡在這兒實在是可惜，於是我就把它推了出來，然後給它換了新的機油，並且用小吊瓶單獨給化油器供油，最後再給它接上電，看看發動機還能不能啟動。印象中它的發動機是沒問題的。確認發動機能順利啟動後，於是我就對它全車拆空，對所有零件進行徹底的檢修。這台車是1999年生產的，距離現在已經過去了27年。希望它的全車部件不要有太多的問題，不然二流選手的我難以修復它。全車分解完畢後，它的全部零件和我預想一樣，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老化，我需要逐個翻新它們。而現在先從這個漏油的發動機開始修復，我按照它的原廠維修手冊對它進行拆解。一台發動機的內部由上百個零件組成，能讓那麼多零件同時運轉起來，設計者簡直是個天才。這個發動機已經被我分解完成，幸好它的內部磨損並不大，我只需要洗乾淨它們的油泥就行。現在發動機的內部已經清洗乾淨，但外殼出現了氧化掉漆的情況，我還需要進行噴砂處理。噴砂完成後，我還要對這些外殼進行打磨拋光。打磨成這樣就可以進行拋光了。由於一直拍延時視頻，手機內存都爆滿了，還好我買了台備用機。最近我發現在轉轉買二手手機真的好划算，同樣1000多預算，新的只能買到入門款，但轉轉上都能買二手蘋果14了。質感和配置都擺在這兒，拿出去也更有面子。而且他家平板也很划算，在轉轉花一樣的錢，用上更高一檔的旗艦手機，這種升級真的很值。在費了小半天時間，終於把它們做成了這種反光的效果。給它們組裝上去後，感覺發動機都高檔了起來，並且這次我組裝了2個發動機，右邊的是原車鈴木的，我按照了原廠顏色進行了復原，我想嘗試2種風格。現在翻新這個27年前的車架，車架噴砂完成後，接着再給它噴塗一層環氧底漆，它的作用是隔絕空氣和金屬的接觸，形成防鏽的效果。最後噴塗一層和原廠一樣的黑色面漆。這個車架就算是翻新完成，接下來處理這個凹陷的油箱。我先是用脫漆劑把它的油漆全部除掉。鐵皮露出來後，凹陷位置就清晰可見了。隨後我就用修復工具給它一頓猛拽。弄了小半天功夫之後，油箱的大坑基本消失了，因為我水平有限，只能用原子灰填補細小坑洞。最後再對原子灰進行打磨一遍，最終就變成了這樣。然後再給它噴上環氧底漆防鏽。由於原子灰沒打磨平整，噴出了月球表面的效果，請你們原諒我這個二流選手，但勤能補拙。於是我就重新返工了一遍，再次給它重新打磨後，我又反复拿手摸了，基本平整了。你們也幫我看了，確實是平整了吧？
現在看着應該沒問題了，接着給它噴上紅色的面漆。順便也把全車外殼重新噴漆。由於邊蓋是紅黑雙拼，所以等待晾乾之後，還需要噴塗一層啞光黑色，最後再給它貼上新的拉花。這效果我還是挺滿意了。我沒有烤漆房，所以只能讓它們曬太陽加快乾燥。等待過程中，先給這些原車鏽跡斑斑的螺絲進行翻新。我先是把它們丟到除鏽液裡，等待自然溶解鏽跡。而這就是除鏽後的樣子。接着給螺絲擦乾表面的水分。為了防止二次生鏽，我還需要把它們放進發黑液裡，讓金屬表面生成一層由四氧化三鐵組成的保護膜，也就是俗稱的鋼鐵發黑工藝。現在這些螺絲已經徹底變成了黑色，最後再給它們塗上一遍防鏽油。等待晾乾之後就是這種效果。以及這條生鏽嚴重的鏈條，同樣對它進行除鏽。不是新的買不起，而是自己動手翻新更有性價比。現在来處理這兩個氧化嚴重的輪毂。讓我沒想到的是，輪胎還是2002年的，於是我扒掉了輪胎，對輪毂進行噴砂處理。然後重新噴漆，變成了現在這樣。這是它的原裝減震，同樣的也出現了氧化腐蝕的跡象，於是我就對它進行打磨。接着給它重新噴塗油漆，最後再給它換上全新的防塵套，這樣就變成嶄新的了。現在只剩下這個破皮的座椅，於是我先把它撕了下來，然後花了10幾塊買了新的皮套，接着翻到背面給它重新包裹，接着給它4周進行固定，這樣一個座椅就重新包好了。至此，全車的零部件基本都被我翻新修復完成。我得承認技術水平有限，也請大家忽略一些瑕疵。現在可以給它們全部組裝上去了。我看了大家的弹幕，所以還是用回了原厂的發動機。在2026年的3月23號，我把這台27年前的摩托車恢復成了當年的模樣。它雖然沒有炫酷的外觀，沒有太大的排量，但這些125摩托作為普通家庭的一份子，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就像父母一輩，穩定且踏實。它的使命已經完成，現在就讓它體面且安靜的老去吧。感謝你看到最後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我們下一期見。